上次这个如何自学动漫人体的视频点赞过1000了，我来履行承诺，告诉大家怎么给线稿上颜色，推荐一些合适的教程。这个视频内容没有学完的话，直接学今天我讲的这个上色会天崩地裂的，你可以先收藏着看着，但是不要轻举妄动。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灰阶画法。这本书主要分3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介绍什么是灰阶画法，第二部分就是介绍这个灰阶的整个作画过程，然后是介绍这个所谓的混合模式，这是上色的一个前置说明，最后用3个案例告诉你整个完整的作画过程。他说一般的上色过程，先画一个轮廓，然后填充一些基本的固有色，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加上速背光，做出立体感的明暗变化。而另外一种模式是画完线稿后，先涂一个黑白底稿，再在上面直接照染颜色。那我都用到照染这个词了，就说明这个画法其实来自于古典油画，这是目前2大主流方法。这本书接下来还介绍了软件的工具使用方法，你需要在 PS 里找到对应的类似的工具。如果你 PS 没有用过，在 B 站上搜索 PS 相关的入门教程，先了解一下 PS 的基本界面操作和功能就好，然后再来看这本书软件中对应的操作功能，你就能够自己反应过来了。介绍完这种工具后，他就会开始介绍素描的基本概念，什么是明暗，什么是质感，颜色是怎么变化的。那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第3章的混合模式，像正偏叠底、线性加深等等各种混色模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本书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讲解。在过去，这种知识基本上都是默认小白知道的知识诅咒型知识，但是这本书非常贴心的告诉你，各种不同的混色模式带来的效果区别是什么，先跟你把概念同步了，然后后面你就知道他在黑白底稿上上颜色的时候用的是哪种模式。既然是要在黑白底稿上涂色，那他肯定要示范一下整个黑白底稿是怎么画的，所以第4章首先就给你介绍了完整的作画过程。它其实是以色块画法为主的，和我们人像课的绘画方法是很像的，先用色块堆出基本型，慢慢修饰形状，然后一步步加细节上去，这是当下版绘的主流方法。其实这就意味着你在画这样的绘画前，要有很扎实的素描功底。当他画到这一步的时候，整个素描稿就算完成了，然后开始染颜色。那么包括他用了什么混色模式，调了多少透明度，都会告诉你，写在这书上了。其实用这种古典油画的方式配合现代工具画，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想要修改颜色的时候是特别方便的。以这个眼睛为例，你觉得这个颜色不对，想换一个蓝色或红色的版本，只需要加个图层，颜色改一改就可以了。所以它改配色很好用，你不需要像油画一样用铲子把这一层全部给挖掉重新画，相当于一种可以随便修改色彩的油画工具了。在完成了各种基本固有色的照染以后，添上一点点环境色，然后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光效特效上去，整个画面就算完成了。剩下的就是用不同画风的题材再一次示范刚才这个上色过程。那这个作者也很实诚，他生怕有些同学画不出来，特意告诉你他的作弊方案。比如你想画一个动漫角色的姿势，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画动态，没关系啊，去镜子面前自拍，或者让别人帮你拍，拍好了以后你就把这个照片导入，添加图层在上面描线就好了。你看直接描，头部改成这个卡通模样，这样你就不会有不会画动态的困惑了。这样的绘画方式当然很省力，甚至很多职业画家也会这么干，但是基本功不好的地方仍然会暴露。所以你看这个手指的形状画的就像鸡爪一样，这就是对手指结构不理解的原因。这也是不少2次元动漫自学者即使知道这些方法，最后仍然选择系统学习绘画的原因。回到这个案例上，描好线稿后继续往上面照染各种颜色，它非常贴心的把这个照染图层的颜色给你展示出来了。脱离了这个形状以后，它其实就是在上面画了各种各样的颜色上去，这样一步步往后添加各种颜色进去，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效果。还缺少了一点点背景，所以找一个好的图片，直接把背景 P 进去，完成最终的效果。最后这个案例也非常有意思，他自己设计好了一个动态，局部的手不会画的时候，他继续找了一个真人的手 P 进来，然后描稿，然后开始大面积的一步步的把黑白底色完成好。整个黑白稿画完以后，就开始往上面照染颜色，跟前面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一个新的案例，一步步完成，最后再加上特效，这就是这本书的总体方法。后面这个特效章节可以不看啊，很多余了，现在的工具很方便的，没有必要看他这本书里的。这本书是能够让你快速达到一个相对合格水平的，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画面里这个皮肤的颜色，尤其是暗面的颜色，总是略微有一点点脏的感觉。我这么说可能很多初学者难以直接的感受出来，我们需要对比。我们来对比这一张，你就会发现它的皮肤要干净透亮很多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它没有使用灰阶画法。这本书是专门教你如何给皮肤上色的。我们可以看看它的上色过程。先起一个底稿，然后直接铺上固有色，这就是前面那本书说的第一种常规方法。然后在这个皮肤的基础上，用这个颜色加阴影，可以先用粗糙的笔触上，再用涂抹工具进行涂抹。当然你要把颜色画出这么有肌肉感的程度，肯定是要学解剖的。我上次这个人体动漫自学的视频里面有推荐对应的解剖书籍，不学这个你直接在这里面涂颜色是涂不准这里面的内在形状的。它在这里是完全照着真人的肌肉形态画的，然后开始加各种阴影和高光。它非常的注重冷暖关系的，所以画的很直接，直接用蓝色、红色在这里做变化，然后再调整了透明度，调到了一个非常透明的程度，它的颜色变得更通透了。这一步之后，它还会使用轮廓光的方式来制造更多的透明感，加上这么一点点细小的轮廓光以后，边缘就更有变化和通透感了。你可以看到它的边缘就不完全是一条线把它描死的，整个边缘的变化会更丰富更精致。如果你对这个轮廓光的知识不太理解的话，我以前在色彩篇的自学里面推荐过这个皮克斯的色彩光影教学，里面有讲这个打光，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视频。然后开始花足够多的时间去画眼睛，这样一步步的把眼睛的高光画漂亮，到此为止，一个非常漂亮的少女就完成了。那对于电子绘画工具来说，想要快速的把颜色画得干净好看，那么现在大家正在了解的直接在底稿上涂固有色然后画体积的画法更适合一些。但是我仍然推荐你先从前面那本灰阶画法开始学，因为在那个画法的过程中，前面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在专心的解决黑白关系，只有一个颜色的变化。如果你一开始就玩这种填底色的方法，其实就意味着你一开始就要处理很多颜色，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你玩明白了黑白的，再来玩这个是很简单的。那这本书的后面呢，就给你补充了一些素描知识，然后做了一些其他的示范，都是各种可爱漂亮性感的妹子。我相信这本书应该是比较有动力来学的吧。它后面的这些话呢，我们快速的看一遍，不能停留太久，我怕过不了审。那与这本书同样过不了的是另外一本，它展现的是当下成熟完整的这种商业画风，更加的精致细腻。这本书还没有汉化版本的，那我就把它翻译成泳装涂色秘籍了，里面全是各种泳装的描绘。有同学马上就开始懵了，老师你给我推荐日语书，我看不懂怎么办？很简单，2022年了，你要相信科技。你先下载一个有道词典，然后按下这3个键，就会出现截屏界面，对着画面一截，它会自动识别出来这是个日语，然后你看，它就慢慢变成中文了。你也不用纠结每个字是不是特别准，大概能看懂就行。你看这个画面就好像完成度更高一些，肌肤上的颜色变化好像更多，所以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多在哪里呢？友情提醒，这本书前面这一部分关于肌肉比例解剖的知识不用看了，画得太丑了，直接跳过，看它后面上色的部分就可以了。最开始的上色环节和上本书一样，铺上底色，然后加上阴影，但是大家注意它的阴影变化是更丰富的，头发丝的阴影，帽檐的阴影，它把更多细小破碎的阴影画上去了，然后阴影的过渡变化更多，这就使得它画面中的细节好像更丰富了，这是第一个多的地方。第二个多的地方是它高光的选择，一般的二次元绘画人物的高光只有一个方向的高光，但它不是。如果我们观察现实生活，你会发现光源往往不是只来自于一个方向，所以这本书的示范会设定一个最亮的方向的高光，然后还会画上次要的高光，如此一来，画面中的透明和光滑感会更强，就更有一种美女出浴的感觉了。其实画这幅画并不说要你在这里学习如何画泳装，事实上是要学它怎样处理这种皮肤的质感，那种水灵灵的通透的感觉。我们要学的是把肌肤画得非常水嫩，非常的有抚摸的欲望，所以你不用纠结它具体每一步为什么这么上色，因为作者自己都没解释清楚。我推荐大家跟着这本书画作的时候，一步一步来临摹就好了，把它的每个颜色都临摹到位，你就大概明白了。这整本书临摹完，你就知道怎么去画这种非常水嫩的肌肤了。看到这里，又有同学就要问了，维维老师，我看到动画里面的这个颜色画的没有那么细腻的，我也不太喜欢这么细腻的，我想画出现在动画里看到的那种感觉就可以了。OK， 那么前面2本书你都可以跳过了，
学完灰阶画法以后，直接来看这本人物上色步骤完全剖析，直接看它后面这个涂底色的时候选择的是什么颜色。那我总觉得它的颜色规律是整个颜色的饱和度更低，明度更高。你只要掌握了我刚才说的这2个要点，基本上就能模仿出它的颜色。同时相比于上2本，你可以看到它不会在上面做特别多的阴影和高光，它的阴影是非常简单的，也不会对阴影进行非常舒服的过渡，边缘比较明确。这就是大部分现代日本动画里的基本上色逻辑。这个方法的上色步骤和前面的书是一样的，只是它选择的涂抹的层次、颜色的丰富的变化的程度不一样。如果你更喜欢这种扁平感的，那么你就可以重点学习这本书的上色，一步一步的把这里面的画临摹完，就基本上上道了。掌握了这些基本的上色方法以后，那么你自己在画线稿上色时，还会面临一个前置问题，是刚才这些书里面都没有提到的，就是如果只给我一个纯粹的线稿，到底选哪种颜色更好？其实这是配色问题，市面上有很多配色的书，但是这一本是完全用动漫来做案例教你配色的。不过书里面的配色知识和我以前读过的一些配色的书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好在它是完全动漫的案例，喜欢动漫的同学如果来看这本书会更容易看得进去。这本书一开始就给你解释了一些基本的颜色名词，包括我前面说的饱和度、明度这些概念，你看完这本书就大概知道哪些配色逻辑了，然后看到一张好的作品也知道如何去分析它的配色，包括把它的配色方案给提取出来。但我必须补充一句，配色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配色要不停的学习令你心动的画家的案例和作品，然后不断的去模仿，脑海中储存的配色方案越多，你画画时就越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你发现即使通过翻译软件也很难理解的话，那么我推荐这本书。这本书是伊达千代写的色彩设计原理，讲了一个配色入门的知识，原理方面没有解释的很清楚，主要是市面上几乎没有书可以解释的清楚啊。但是这本书里面的方法讲得很好，包括如何选取颜色，采用哪些常用的配色技巧，这本书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了。以后有机会我再单独讲这本书。看到这里就又会有同学问，老师你到目前为止推荐的书都是用板绘来上色了，怎么不推荐手绘的呢？其实在电脑出现之前，动漫一直都是靠手绘的，主流的工具就是马克笔。如果你想重回手绘动漫的时代，那么推荐看这本书。这本书写得很好，比刚才那些书都要好，它真的很适合小白来看。这本书是加藤春日和碧风雨的一个对话组成的，春日是老师，风雨是学生，用提问的方式一问一答的说出了学习者心中的困惑和答案，这导致整本书的阅读感很好，能够戳中很多学习者的痛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克笔上色后的效果，那么有同学就会觉得了，哎呀，这个颜色有点太辣眼了，对吧？其实马克笔天然的纯度没有高到这个程度，但是通过扫描以后的颜色就会浓很多。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过程图的颜色其实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相对较低，最后的成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如果你有经常看上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动漫，你就会发现电脑技术还没有普及之前，那些颜色的饱和度都比较高，比如幽游白书、浪客剑心、七龙珠乱码都是这样。但是等到电脑技术出来以后，颜色就舒服很多了。马克笔再怎么去画颜色，它都没有电脑画出来的颜色那么干净纯粹。其实马克笔的极限不止如此，这些年除了电脑绘画工具在进步，马克笔也在进步。你可以看这几张画，其实就是微风老师示范的用马克笔加彩铅结合的绘画。马克笔如果和彩铅结合起来一起使用，其实就可以画到非常精细的程度，只不过它的学习成本仍然是比板绘要高的。考虑到视频前的大部分想学动漫的同学未来并不是要坚持手绘道路了，那我就更推荐前面那几本书。但如果你很喜欢手绘的感觉，那么直接从这本书开始上手。好的，关于动漫色彩学习的书籍我就推荐到这里了。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学习的顺序，先从这本灰阶画法开始学，了解基本的画法步骤，掌握工具和各种叠色效果，然后再学习这本书，画一个更干净有肉感的皮肤色，掌握更细腻的颜色。如果你喜欢扁平的风格，那么这个时候可以不学刚才那本，直接来学这本书的上色。看完这3本书以后，如果你想进一步达到现代二次元游戏行业天花板的绘画精度，那么你就来看这本泳装上色，把它的细节上色的技巧临摹学习一遍，这样你就达到职业水准了。最后，对以上都不感兴趣的，想要直接体验用手画画的感觉，直接来看这本马克笔的。关于动漫线稿如何上色的教程就推荐到这里了。这期视频如果点赞破1000，后续我就会来分享如何做角色造型设计，我会以原神为案例来破解它的造型设计密码，来一期非常硬核、非常干货的分享。现在是我的广告时间，
这是我的公众号维维老师聊绘画，我所有的内容都会在这里同步更新，你也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想跟我学画画的，记得备注报名，如果是想交流绘画问题的，记得备注交流。好的，我是喜欢分享绘画问题和思考的维维老师。这期视频觉得有帮助的话，记得3连。那么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